俄本土最大弹药库被摧毁，用五花肉换来的朝鲜弹药频频炸膛，前线俄军弹药紧张加剧。俄军花费2.5亿美元发射超40枚不同型号导弹，对乌克兰全境展开空袭。俄军损失巨大，为什么还要不计代价进攻？更多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克兰对俄军目标的打击从未停止，且在不断加剧。这种打击也加剧了俄军前线弹药紧张的局面。7月7日，乌军无人机如入无人之境，出现在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谢尔盖耶夫卡镇上的一座俄野战弹药仓库上空。然后其发射的一枚5公斤重的小型炸弹精准命中目标，引发了该弹药库持续数小时的大规模爆炸与火灾。据悉，该弹药库是俄军为乌东一线俄军设立的弹药中转库，占地超9000平方米，储存了大量各式导弹、炮弹以及枪支弹药箱。而这也已经是乌军无人机2周内第2次空袭谢尔盖耶夫卡镇上的弹药库。再加上此前乌军第47旅用无人机摧毁了顿涅茨克的俄军弹药库，可见乌军一直在对俄军弹药的储存和配给情况进行观察、跟踪以及毁灭性打击。雪上加霜的是，俄军用五花肉换来的朝鲜炮弹不仅炸不响，现在还出现了炸膛的情况。据 X 平台用户4号上传的视频显示，在俄乌前线某一战场，有3名俄军士兵在操作口径57毫米 C60 高射炮发射朝鲜炮弹时突然炸膛，炮体当场被炸毁。操作的3名俄士兵也灰飞烟灭，这哪是援助，分明就是卧底反杀，都不用乌军出手，朝鲜就可以消灭不少俄军。基辅邮报指出，这并不是俄军第一次在使用苏联时期武器和朝鲜弹药时发生伤亡。炸膛的原因，据其推测，可能是俄军士兵不知如何正确操作发生疏忽，也可能是朝鲜生产的弹药本身存在问题，导致发射时爆炸。之所以会用57毫米 C60 高射炮，这个生产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古董，是因为俄军在战场的损耗过快，而朝鲜弹药的质量问题，从去年援助开始就备受网友怀疑，存在打不准、炸膛传言。现在好了，视频证据直接实锤，恐怕普京也没想到，换来的朝鲜弹药不仅没起作用，还炸了自己的炮和人。据悉，由于炸膛太多，俄军士兵都拒绝使用朝鲜弹药，而俄罗斯也不得不放弃采购。之前频繁停靠在朝鲜罗津港的俄军船只，如今已不见踪影。其实朝鲜炮弹质量差，这并不意外，毕竟朝鲜遭受了几十年的国际制裁，整体工业水平并不高，受制于设备、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限制，即便朝鲜举国之力扶持军工业，其仍处于手搓时代，炮弹精度和质量实在令人难以放心。而现在的问题是，俄军还敢用朝鲜炮弹吗？用吧，不仅打不着乌军，自己的大炮和小命都保不住；不用吧，辜负朝鲜援助的友谊，还无炮弹可用。大家觉得用还是不用？是要俄军学朝鲜用石头打飞机的神技巧，还是让2万名上了俄乌战场的朝鲜工程兵来进行操作？火力军的答案放在视频后面。总之，俄军多地弹药库被炸，朝鲜援助炮弹频繁炸膛，再次加剧了前线俄军的弹药紧张局面。相比于闹笑话的朝鲜援助，乌克兰的援助就好得太多。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于7月8日在华沙签署了一项双边安全协议。该协议明确，波兰将在空中防御、能源安全和重建方面向乌克兰提供支持。图斯克在签署协议后表示，该协议包括实际的双边承诺，而并非空洞的承诺。在此前一天，新任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还在访问乌克兰敖德萨地区时，宣布了新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并强调英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持续。据悉，希利宣布的新一轮援乌计划包括了25万发.50口径弹药、90枚反坦克导弹、50艘小型舰艇、40辆排雷车、61台推土机以及其他类型的炮弹。希利表示，将在未来100天内加快实施4月份承诺的一揽子军事援助计划。
据泽连斯基称，7月8日，俄军向基辅和乌克兰全境发射了超40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其中30枚被乌空军击落，而未被击落的俄导弹击中和摧毁了乌克兰境内多所公寓楼和公共基础设施。截止8号晚上，俄军空袭已经造成37人死亡，170人受伤，总共有近100处公共设施遭到破坏，且数据还可能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袭击发生后，乌克兰司法部法医专家根据收到的视频片段和现场发现的火箭残骸，对7月8日上午基辅市中心奥赫马特医院遇袭事件作出初步结论。其副部长安德里海琴科称，一枚来袭的 KH-101战略巡航导弹击中了基辅的奥赫马特医院。对此，联合国及其他各国均表示了谴责，但俄国防部却拒不承认袭击目标是基辅医院，反而诬陷称是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坠落造成的。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也宣布，将7月9日定为首都哀悼日，禁止在室内举行任何娱乐活动，并电视频道和广播电台节目进行适当调整。根据福布斯的计算，俄军此次袭击的成本约2.32亿美元。被击落导弹的成本超过1.81亿美元。有专家认为，俄罗斯正试图通过摧毁乌克兰公共设施制造恐慌，打击乌克兰人的信心和意志，来逼迫前线乌军投降。不过，此次袭击估计也会让北约峰会更容易通过援助乌克兰内容，如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渴求的更多防空系统，以帮助保护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免受俄罗斯的定期空袭。在前线战场，7月7日，乌军第110旅在波克罗夫斯基方向使用便携式导弹击落一架正低空投掷炸弹的苏25战机，俄军击毁人亡，这是乌军7月击落的首架俄战机。在苏勒达尔，乌军使用美制 GBU-39炸弹摧毁了俄军无人机操作基地。有分析认为，俄军加大对顿涅茨克各地的攻势，如波克罗夫斯基，乌军8日抵挡了38次俄军突袭，其目标是为了渡过运河，对战略要地和后勤枢纽的恰索夫亚尔动手。基辅最近也承认失去了该地的一个社区。若从整体上看，俄乌双方互有攻防，战线没有什么变化。据7月8日，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人员损失仍然在1000人以上，累计已达55万人。而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俄军在2年多战争中阵亡12万人左右，损失在46.2万到78.2万之间，且这个数据可能继续增加。损失如此巨大，俄军为什么还要不计代价进攻呢？结合上述2天的行动，若是从俄方角度来看，俄军目的是向欧美、向世界营造乌克兰无法胜利的假象，然后通过种种手段，如打击乌基础设施、抛出核武、宣传乌军败退等，打击乌克兰信心，向欧美施压，从而让欧美放弃援助，迫使乌军投降。从乌军角度，其策略就是一个字：拖，大量消耗俄军人员、装备、资源，让俄罗斯认识到无法在战争中取胜，从而全面撤退。总之，谁先在这场消耗战争中失去信心，谁就彻底失败。具体到左右战局的核心，有军事专家认为将是双方弹药的比拼。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7月5日刊登的一篇对俄乌战争的深度分析，其作者是大西洋理事会智库欧亚中心非常驻研究员特姆尼奇。以下是特姆尼奇的观点。他认为7月9日召开的2024年北约峰会，除了要持续关注乌克兰局势外，更需要将国防采购列为优先讨论事项，否则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恐将演变成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而这对乌克兰、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不是好消息。特姆尼奇指出，尽管北约国家在去年的峰会上做出一系列承诺，包括增加国防支出、提供乌克兰军事装备等，试图在物质上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但近1年来，俄罗斯不仅在战场上取得局部进展，更重要的是，俄军正在加大力度增加其在弹药生产上的优势。据他所说，俄罗斯目前的火炮弹药产量几乎已经是美国和欧洲的3倍。此外，俄国还不断向朝鲜和伊朗购买军备，试图通过以量取胜的方式压垮乌克兰的抵抗意志。相较之下，北约、欧美对乌克兰虽然承诺了种种援助，但能否及时按时抵达，仍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这对前线战斗的乌军士兵而言，无疑是一种煎熬。以欧盟为例，此前其一项援助方案在2023年6月提出后，由于成员国对援助金额、分配方式等议题存在分歧，导致援助迟迟无法到位，延宕了整整8个月，直到今年2月才终于通过。同样的，美国国会在2023年10月提出的新一轮610亿美元援助，也因种种原因拖延到今年4月才过关。在弹药援助上，特姆尼奇也直言道，去年秋冬之际，就是因为乌军面临严重的弹药短缺问题，才被迫改变战略，从而导致部分辛苦夺回的领土再次落入俄军手中。因此，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积极应对弹药供应上的巨大落差。以下是特姆尼奇给出的3点建议：一、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技术共享，提升军事互通性，建立更有效率的生产体系；二、扩大国防工业规模，升级改造现有的老旧军工厂，以提升产能，更快地生产武器装备；三、等上述升级改造完成后，加速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让乌克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所需的武器装备。只有正视并解决乌克兰弹药供应问题，才不会让俄罗斯恢复元气，有机可乘。针对特姆尼奇的观点，火力军认同一部分，不认同一部分。如认同部分，俄军不断向朝鲜和伊朗购买军备，试图通过以量取胜的方式压垮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尽管我们都知道俄军购买的武器质量堪忧，但俄军都能动用人海战术了，想来不会在乎这点伤亡，况且还有50%不炸膛的机会。不认同的部分，俄军虽然产量比较多一些，但其前线火力军认为还是缺弹药、缺装备的，不然现在的俄军为什么放着炮弹不用，用人海战术？使用的武器也都是老古董级的，况且乌军无人机的针对打击也不是吃素的，时常打击俄军弹药库。此外，俄军的忽悠手段还不止于此，在动员上，7月8日，据俄媒报道称，俄罗斯在各地加速修建英雄纪念碑，利用爱国情怀来鼓动更多人参战。据悉，这些雕像纪念碑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已经建造了数百座，目前数量仍在增加。在战略武器上，俄罗斯近期再次鼓吹核武器，企图通过核威慑对欧美和乌克兰施压，使欧美停止援助，使乌克兰投降。不过火力军还是那句话，俄罗斯使用核威慑的次数太多，火力军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想起来北约欧美也会评估好尺度。至于特姆尼奇的建议，火力军觉得挺好的，而且通过近期北约欧盟成员国的种种举动，他们早已意识到弹药供应将影响战争的走向。如今各国正要求国内的军火集团加大弹药生产规模，若欧美能持续援助，乌克兰不退缩，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